芳姐，这场至尊赌王大赛就剩你我二人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一局定胜负如何？谁赢了，谁就是赌王。好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输了，关闭京城集团旗下146家赌，并且你加入到世界慈善组织，成为他们的反赌大使，怎么样？加入反赌大使？反赌？好，我就陪你玩一场。你输了，我要你到我的赌场做酒保。哼，说好。说好。现在少价了，对吗？哼。到底是年轻人，沉不住气呀。想要当英雄，也要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。芳姐，你一生以赌反赌，从没有过败绩，被世人称之为赌神。可惜呀，今天你要栽在这儿。是吗？4条 A， 还得是都在哪？我是4张 ace。你想要赢我，只有一副，那就是同花顺。只可惜，你只有数据，没有同花。黑桃酒在我这儿。啊！你个偷天换日！芳姐，算你技高一筹。下个月在拉斯维加斯还有一场赌王大赛，我们走着瞧。赌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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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神。阿杰，这儿。赌神，快看，这是赌神的女朋友吧？好漂亮啊！真好看呀！苏晴，我的救护车！苏晴，不要吓我呀，苏晴！阿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非要来参加赌王大赛，对不起。傻瓜，答应我，以后一个人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，以后一定要小心。苏晴，
苏强！啊！他妈，臭乞丐，你瞎了！走走。你没事吧？你叫什么？阿琴。阿琴。跟我回家吧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苏强，苏强。发财发财！最新消息，赌神方景无故缺席拉斯维加斯赌王大赛，本届赌王大赛王座将由陈金城继承，并金城集团正式宣布入驻拉斯维加斯，并扬言打造世界第一大赌城。败家子儿，这都能缺席，这得少赢多少钱啊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人家赌神这一生做的都是以赌反赌，而且赢的钱都捐出去了。什么？赌神反赌啊？他是白痴还是傻子？这要是来我们家，我非得好好说说。阿杰，进来吧。哎，哪儿来的臭乞丐？这是你该来的地儿，还不快点滚出去！坚决不行，街上乞丐多了，你能收留几个？再说，咱们家是开棋牌馆的，让个乞晦住进，多晦气！以后客人还敢来玩吗？慧爷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你让他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看他……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这么个大活人，吃喝拉撒不用钱，你给？我的钱不都在你那儿吗？阿杰，慧爷，这个玉佩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，就用它来支付阿杰以后的生活费，可以吗？红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可不养闲人。他想留下来可以，但必须在棋牌馆打工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些麻将桌收拾干净！特别是这一张，好好给我擦擦。隔壁老王坐在这儿连输3天，天天找我报，烦都烦死。爸，你跟王叔说说，最近手气不好，就别打了。放屁！他不来玩，我们吃啥？喝西北风啊？再说，运气不好是他活该，谁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不是运气，这牌被人动过手脚。哼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们家开几10年棋牌馆，牌被人做了手脚还看不出来？你一个臭乞丐，摸了2把牌就当自己是赌神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家！啊！鬼牌！鬼牌！阿姐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一看就是以前被这种局坑过，输光了家产，
才沦为乞丐吧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棋牌馆的扫地、拖地、端茶倒水的活都由你一个人负责，我包你吃住，但是没有工钱。你要是敢偷奸耍滑，立马给我滚蛋，听到没？哎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吧。今天手气不错啊！让位，让位。快出牌！赌神，3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看，就知道看。一张破照片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。慧爷，这可是赌神方杰，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买来的。买什么不好？买张背影照，天天对着一张照片发呆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那还不是因为赌神从来不照相，不然说什么我都要搞一套写真，摆在我们棋台馆。不照相，这赌神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才不是呢，方杰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不像现在的赌王陈金城那样以赌发家，大肆敛财。赌神一生都在以赌反赌，而且他把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福利组织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才配称得上赌神。他这样做只是践行他的诺言，不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赌神，又怎么会跟他赌呢？我看看，切，说的这么神，这背影看起来和阿杰也没什么两样。方杰，阿杰，难道说？拉倒吧，阿杰要真是赌神，还能被咱们家见着？你一天真是闲出毛病。阿杰，怎么了，慧爷？红梅他爸在房里跟亲戚打牌，你去送一下茶水。好。这运气好了呀，挡都挡不住。看来今天我要赢大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把牌没有5000，都别想碰我的牌。秀气，我全压。不是，我看您今天赢的挺多的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老大，你他妈懂不懂规矩？牌局已经开始了，岂是你说结束就能结束的？再说，我表姑父现在手气正旺，你这是耽误他赢钱。人家顺明说的对，哪有钱到手了不收的道理啊？你看啥？等我大杀四方，咱晚上一块下馆子。副处，10赌9让，还是落袋为安的好。年轻人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您老应该比我清楚。难不成这小子看出什么来了吗？副处，今天外面人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会议让你出去给我搭把手。你个臭打工的，还安排上老板做事了！我奉告你，赶紧跟老子滚远点，要不然要你好看！
说明，不至于。我来说他。阿杰，今天盘运正好呢，你看赢多少了？哎，你辛苦点。我出去给你塞一个大红包。哎，行，走吧。哎，走。江你先出去。不着急，继续。他10赌9仗，你个臭乞丐，真把自己当赌神了！不生气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快，到你们家了，我全做啊！阿姐，里面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人吵架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肯定是活没干利索，被人收拾了呗。真是个废物，端茶递水都不会。红梅，你就确定服输吧？我感觉里面的牌局有问题。你是说有人使诈？放屁！你知道里边都什么人吗？是我堂哥，还有我侄子，都是实在亲戚，他们还能坑老夫？慧姨，有时候往往坑的最狠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亲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懂一些赌局常识，你相信我不会看错。慧姨，要不我进去看看吧？看什么看？都是一家人。说你没影响，还真当自己是赌神了。里边的牌局要是有问题，我以后就跟你姓。不好了！阿慧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你们家老不赌上头了，再不去，你们家房子就没了。什么？爸，你没事吧？小梅，都是一家人，玩个小牌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爸只是一时手气背，输了点钱而已。输了多少？不多，50几万。什么？50几万？你个杀千刀的，你知道我老命啊！我一开始都是赢的，谁知道后2把让我血。哎呀，龙哥，一家人玩牌，何必当真呢？这样，我包个5000块钱的红包给大家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5000？小姑，你把我们当成臭要饭呢？小慧啊，刚刚镇海赢的时候，我们可什么都没说。他这刚一输，你们就不认账了？可是50几万的，我就是把命卖了也不够。没钱，没钱，就拿你这个麻将馆顶。我这本是小梅他爸留下的，不能输出去啊！不能啊，小梅！对呀，龙哥，你就通融，这钱我们以后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。不，以后我让你们家当首富行不行？啊！今天要是没钱，那就按赌场规矩吧。什么规矩？现在收场。小姑父，赌场规矩，50万一只手，选一只吧。不行，龙哥，没了手，这海这辈子就废了。虽然咱们是一家人，但是在赌桌上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既然不想给棋牌馆，那就赔手吧。
啊，别说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人砍手。这就对了，一家人哪能为了小钱伤了和气？振海啊，这一点你得向小梅学习学习。啊，不能欠啊，小梅，是你爸留下的呀，小梅。等等，钱都给你，还想？这棋牌室抵的是我表姑父之前欠的债，桌上这把还没算呢。什么意思？小梅，按照规矩，已经发了牌，就得把这把玩完。如果中途弃牌弃赌，得双手。这把你们谁上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棋牌馆都给你，哪来的钱再给你们？你个臭乞丐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信不信老子砍了你！阿杰说的没错，我们家没钱了。没钱？我记得你们不是有座老宅吗？那个地皮可是值钱的很呢。原来你们真正的目的是我傅家老宅的地契。哟，现在反应过来也不晚。谁让之前赵少跟你们谈的时候，一家子不识抬举，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局。赵钱1000万的地，他只肯花100万，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让你咋啊？现在你不还得乖乖交出来？你休想！行，既然不想继续赌了，就按规矩办吧。行，结账。我上！表姑父，按规矩办事，你可别怪我。你放心，我这斧头啊，快的，不会让你受罪。住手！现在喊完了，我天朝被翻吧！输赢还未定就要砍手，未免太急了。阿钱，没事。怎么，小子，你想英雄救美？不是你们刚刚说的，还没结束就不算数？怎么，不想认账？阿姐，我知道你好心，可这太险了，你不能玩，我不能害你呀。没关系的，傅叔，我只希望你能记住，有些事运气不能信，时赌时输，不赌为赢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话不对。老话讲，有赌未必输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想上桌，那你不能代表父亲。红梅，让我试试，可以吗？红梅，你可不能糊涂，
这牌局一看就是他们设计的。是啊，你们不能赌啊！大不了我再收拾，赔给他们。看到没有？你想逞英雄，人家不给你机会。这赌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的，赶紧滚！好，赌就赌。红梅，与其被他们拿捏，不如跟他们赌一把。大不了我把手赔给你就是了。阿姐，我相信你。开始吧。小子，想赌可以，你有钱吗？当然有啊。发牌。哎呦，800，好多钱呐！你他妈瞎了！这副牌，底注至少5000。小子，想上桌，800可不够，最少得20万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英雄，你可当不成了。他没有，我有。这个是我傅家老宅的地契，用这个来赌一把，够不够？红梅，爸别说了，怎么样？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这个地契，大侄女，我给你100万，怎么样？什么？100万？一起抢好了！少他妈废话！我爸说100万就是100万，再给我，老子砍了你！好，100万就100万。阿杰，别有负担，无论输赢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阿杰，你可不能输啊！你要是输了，我们全家就得像你以前一样去当乞丐。放心吧，桂姨，不会让你睡大街的，我还要给你打工还债呢。小子，梭哈的规则你懂吗？别一会儿到最后不认账。我在电影里看过，1队比单排的，2队比1队的，3条是2队，然后就是顺子、葫芦、同花4条，同花顺，皇家同花顺，对吧？哇，懂这么多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隐藏高手吧？啊？哎，什么高手低手的，赌牌嘛，就是赌个运气。既然知道规则，那开始吧，早结束，早回家。赵少那边还等着信儿呢。来吧，底牌发过了，你的黑桃 A， 收发。啊？这就该我了。还以为是个高手，原来是个愣头青，什么都不会，还敢上牌桌？那梭哈，梭哈，阿杰，你底牌都没看就全压了，你干什么呀？阿杰，你不会也不要乱来呀！你这样会害死我们全家的。老大，你到底会？你以为这是炸金花呀？连底牌都不看就梭哈？不是你们刚刚说的赌钱吗？就是看个运气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运气不强，我都已经下完注了。你们要是不跟，是不是就是我赢？我知道了，阿杰这是玩心理战术，这才发了1张牌，只要他们跟不上，咱们就赢了，这地契就保住了。这个闷葫芦心眼还挺多的。怎么，你该不会不敢跟了吧？小子，想跟我玩心理战，你还嫩了点儿。这是100万的支票，这把我跟了。完了，被看穿了。这个阿杰害人精，不会玩，硬要上桌。傅家恐怕要完了。
发牌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要后悔？小子，赌场规矩，见光死。现在想后悔，晚了。我可没打算后悔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继续？啊？你还要加注？你的100万已经下完了，拿什么加？哦，我懂了，你该不会是要800块钱也加上吧？啊？你们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一只手50万，我这有2只手，价值100万，我全要。我全要。阿杰，我知道了，阿奇，这是跟他们继续玩心理战。要是赢了，咱们肯定好感谢人家。你要用你的双手加注。你自己说的，一只手50万，怎么不想让？我真你妈！信不信我现在给你做？你敢？是你们口口声声把规矩挂在嘴上的，现在想不认了？传出去，我看你们父子怎么在冰城待下去！臭婊子，闭嘴！这小子到底是装的，还是吃定我不敢跟他动手？你要是不跟，那这局是不是就是我赢？他倒是想跟，还有那个钱。没错，杨龙，要是不敢跟的话，就认输吧，把我们的棋牌馆还给我们，还有你要倒欠我们50万，拿钱。妈，如果咱们这把输了，不仅要倒欠他们50万，回去没办法跟赵少交代呀。活该！当初你们做局坑我爸的时候，就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一天。既然你们不跟，那这钱我可就拿走了啊！慢着，不就是一只手吗？今天这一把，我跟了。真跟啊！让你多嘴，这下好了吧？老人家，你确定要跟？听我一句劝，10赌10输，不赌不赢。别因为一时的冲动，最后闹得断肢残手，得不偿失。小子，不用你管，发牌。阿杰是1对3，杨龙要是单排的话，我们就赢了。漂亮，1对 K。我就说这牌邪门，不能赌。阿杰刚拿到1对3，对方立即拿到1对 K。哎呀，我就说了不能让阿杰上桌嘛！这下好了，我们全家都要跟着他一起去要饭了。小姑，这就是你们让这个臭乞丐上桌玩牌的下场。小子，我可不止1对 K， 我是 AK， 各1对。Yes。这次傅家彻底完蛋了，不仅把棋牌馆输掉，就连老宅也没了。何止啊！那个叫阿杰的还得输上2只手呢。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这双手可能留不住了。别急啊，我这不是还有一张底牌没看，万一是张3，我不就赢了？唉，想要3挑3，你看看这张是什么？一副牌只有4张3，你那儿有2张，我这儿有1张，还剩42张牌，你只有42%的机会，想拿到，可能吗？你刚刚不是还说，逢赌未必输，只要运气好，或许我这张就是最后那张红桃3。
少废话，开牌见我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爸，看他们家的鬼样子，咱们赢定了。小子，赌牌并不是胆子大就能赢的。很显然，运气并没站在你那一边。完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当初没有听阿杰的，我当初就应该听他的，见好就收啊！红桃儿，难道这是天意？连老天都不站在我们这边？啊，把手递过来，老子现在把你手剁了！小子，这就是你逞英雄的下场。以后没了双手，可要用脚吃饭了。哎，这小子真是胡闹！不仅害了自己没了一双手，还把老傅一家害得倾家荡产，都让他们一家怎么生活呀？可不是嘛，不会赌就别挣出来。小赌怡情，大赌那可是要家破人亡的。红梅也是，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相信他了？别怕，有什么我们一起承担，大不了我把手赔给他们就是了。哟，还真是有情有义啊！好，你们俩一人剁一只，以后啊互相喂饭，这传出去还是一段佳话呢啊！来人，把这对苦命鸳鸯老子按住喽！等等，怎么现在想反悔了？完了！今天我不光要拿走傅家的老宅和他们的棋牌馆，你的这双手我也必须带走。我的底牌都还没开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？说你胖，你真喘上了是吧？1/42的概率，你以为你说两句口头禅，你就真是赌神，冯总必赢了？小子，运气不是什么人都有的，有的时候强出头，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，反而可能你的小命就要丢掉了。哦，那可未必。啊，好，三条三，这是3条3。我刚刚看错了。老傅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赢了！阿杰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是3条3？怎么不可能？一副牌里面有4张3，他那儿1张，我这儿3张，有什么问题？阿杰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牌也太绝了，比赌王大赛都精彩，4个3都出来了。是啊，唯一1张能赢的红桃3，居然被他给拿到了。这么小的概率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再赌吧，我们再赌一把怎么样？你已经没有筹码，还拿什么跟我赌？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就是，现在还欠我50万，还有1只手，赶紧还钱，然后开手。我爸，别被这小子骗了，一副牌出4张3，这问题绝对不可能。小子，出钱！出钱？明明是红桃2，怎么突然变红桃3了？阿杰该不会真的出钱了吧？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凶，说我出钱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呢？你怎么做到的？那张4呢？
你藏哪儿了？这是秘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能找到我换走的牌。哼。捉贼要拿赃，你说我出千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小子，不可能！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总之，那张红桃三，你不可能拿到，一定是出千了。在赌局上，出千者赔4只。既然如此，那把这副牌查一下，不就清楚了？好，赔死也是头还。检查排队，岂不是说我也在出钱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干。怎么，你们是输了不认账是吧？就是，阿杰从来不赌，更不打牌。你们说他出千，你们这是污蔑他。你们是一家人，肯定向着他说话。要是没出千的话，就让老子搜身。对，小子，你有本事让我们搜身。出千要断4只，让你们搜可以，但是你们搜完了，如果我没出千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按赌场规矩，抓奸失败赔双眼。好，你们还要抓奸吗？老人家，我还是再劝你一句，你现在输的也不多，也就50万和1只手，要是再赔上1双眼睛，不划算。既然你们不抓钱，那我先去干活了。站住！老子今天豁出去，不就是1双眼吗？来！红梅，他们要抓奸怎么办呀？连眼睛都赌上，他们疯了吗？要是我输了50万外加1只手，我肯定也要疯。不过阿杰也不像是出老千的人，认识他好几年，却没见过他上过牌桌。兴许真的是运气好的。运气个屁！这世界上哪那么多运气？还出没出千？等一下搜完身就知道。好啊，要是抓不到，我要赔双眼。少他妈废话！拿刀来！如果待会儿没搜出来，小爷的眼是你发。既然如此，那开始。把外套脱下来。鞋，把鞋脱了。我说阿杰就不是出千的人。裤子，裤子，屋里还有你呢，脱裤子不方便，让你儿子过来搜。搜仔细点，好来吧，起来。好，搜到了。好，搜到了。阿杰，这不会真出钱吧？被发现了。小子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把牌拿出来。好。小子，又耍什么花样？我最后再劝你一句，现在让你儿子收手，你只需要赔1只手，眼睛还能保住。保个屁！我看呀，就是我搜到了你藏的牌，你害怕了。赶快把牌拿出来，要不然老子现在就把你剁了。拿了，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少废话，小子，可吓唬不了我。我行走江湖几10年，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。今天在这儿，无论如何都得有一个人横着出去。阿杰，阿杰是吧？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剁你手的时候，尽量不让你多遭罪。
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骗我！后辈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连脸牌都不会打，怎么可能出钱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之前的客人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这个放在兜里不算出钱吧？当然不算了。杨顺民，杨龙，这下人都糊涂了吧？少废话，继续搜。是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？不可能！天底下不可能有人出钱不被发现，难不成是赌神不成？把你的衣裤全部脱掉！我怀疑你把牌藏在你的裤子里。凭什么？搜你们也搜了，凭什么还让阿杰脱裤子？太侮辱人了！凭什么？就凭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赌神，就没有人藏牌能不被发现的。只要他脱光，真相就大白了。今天要是不错，你们人都别想离开这个屋子。你们这怎么办？你是脱还是不脱？脱可以，按照规矩，你的眼睛现在已经归我。想让我脱光，难不成你们还想再跟我赌一双眼睛？你们父子确定了？没错，要让阿杰脱光，那就再赌他一双眼。不敢啊，不敢就立马认输。走，我们去博彩管理局讲道理去。爸，怎么办？脱不脱？你们父子俩刚刚不是很张狂吗？怎么，现在蔫了？这个世界上只有赌神的偷天换日才能做到天衣无缝，他不可能是赌神，肯定是故意吓我的。好，我跟你赌了。你想好了？再输，你们父子俩就都变成瞎子了。输了，我就再赔你一双眼睛。爸，闭嘴！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。少给我在这装蒜，赶紧脱！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吧？这个不用脱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脱也脱了，眼睛该赔我了。杨龙，现在你欠我们一只手，还有你们父子一人挖一双眼睛出来。对，挖眼睛，记住，是一人一双。爸，我不能没有眼睛啊，爸！小慧，咱们可是表兄妹，是亲戚啊，你就放了我们一次。现在想起我们是亲戚了，你们设局坑老傅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亲戚？没门儿！小梅，你饶了我，我们也是被逼的呀。对呀，表姐，我跟我爸在赵子赌场输了几百万，如果不配合他们做客，借你们的话，那他们就要把我爸我俩活埋了。好，这次就放你们一马，请你们父子马上滚。还有，以后不许跟我们家有任何来往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这下总算解决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阿杰机灵，咱们这个棋牌馆，还有你这个狗爪子，全都保不住。是，月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事，走吧。不可能！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人不被送出来。难道你是赌神？阿杰，你究竟是谁？赵少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次。下次我一定准时还钱，赵少。嘘，咱们来玩个游戏，抽张牌比大小，赢了你欠的债一笔勾销，输了挖掉一只眼睛做利息。赵少，怎么不想玩？那我现在就活埋了你！事情都办妥了，赵少，失败了，你用的废物！师傅陈京城以及跟米国黑手党谈妥，3个月后，我在冰城建一间最大的赌场酒店，拿不下傅家那块地，所有的计划满盘皆输。你们父子俩有几条命可以赔啊？少少，原本我们都已经拿到那片地皮的房契了，都怪他家那伙计横插一脚，赌牌赢了我爸。还说自己不是废物，连一间小小棋牌室的伙计都赢不了，要我们有什么用？那小子肯定藏牌了，我们只不过没抓到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输。换牌，连你们都没发现？难不成他的赌技已经达到了赌神的境界？赌神，我再给你们2个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派人帮忙。你要是再拿不下傅家，要是再把事情搞砸，我看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活着再浪费粮食了。阿杰，你究竟是谁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男人嘛，总会有点秘密的。想说的话，阿杰自然会说的。喂，怎么了？国财管理局打的电话，说我们棋牌馆的资质被取消了。下午6点前，他们会派人来封禁棋牌馆。什么？红梅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博彩管理局的理事田鹏下达的禁令，我怀疑是杨龙父子搞的鬼。真是白眼了！刚刚放了头，立马就问将仇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棋牌馆是政府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，可以随意查封吗？冰城的规矩就是，谁的势力大，谁就可以做主说话。赵家这几年崛起的很快，权势滔天，不是我们一间小小棋牌馆可以比拟的。是啊，赵家这几年收编了不少大的赌场，
同时也打压了不少小的赌场，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赌客去他们赵家的地方赌。阿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是我们和赵家的事情，不会牵连你的。你走吧，换个地方生活。红梅，你糊涂啊！阿姐走了，就剩咱们3个，那赵家杀来了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啊！爸，慧姨，这个事情本来就和阿杰无关，不该把她牵连进来。阿杰，这张卡里面有一些钱，不多，但够你换一个地方生活。你拿着走吧。小梅，傅叔说的对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个力量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要轻言放弃。我留下来，陪你们一起。阿杰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不够的。现在能帮到我们家，恐怕只有一个人。谁？袁家家主袁飞。袁飞？袁飞不仅是博彩观吏局的会长，更是赌神的朋友。当年袁家衰败，是赌神出手救的。赵家新晋崛起，最难受的就是袁家。如果我可以得到袁飞的帮助，我们的棋牌馆或许可以保存。如果是他的话，那我或许还真能帮上。你有办法？人家可是滨城赌王，袁家家主，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这种大人怎么会认识你这种打杂的小伙子？你还真当自己是赌神啊？慧爷，你跟阿杰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只是好心。总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趁赵家还没有来，快走吧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咱没什么办法。你说，咱们这个棋牌室要是关了，咱一家上哪儿去啊？办法给你了呀，那你能找着袁飞来帮忙吗？阿杰说的对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能轻言放弃。爸，慧爷，就算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们也要坚守在这儿。不过，这件事情始终跟阿杰没有关系，不能连累他，而且他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。女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再去劝劝他，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，离开这个漩涡，换一个地方，好好生活。杰哥，我找了你3年了，你在哪儿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过来找我。好，我马上到。红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给袁……阿杰，我想清楚了，傅家的敌人是赵家，这是我们撼动不了的力量。如果你留下来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不能那么自私的连累你，所以你还是走吧。红梅，你听我说。阿杰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说真的，这3年来，我感激你付出的一切。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棋牌馆不会被打理的那么井井有条。但一切都结束了，你该离开了。阿杰，无论你以前遭遇什么事情，但只要人还活着，事情总有翻篇的一天。不要活在过去的痛苦中，人生总有希望。人生总有希望。
是啊，方姐，3年都过去了，有些事情该翻篇了，过去的也该让它过去。黑熊，开车。滨城老巷，富家棋牌馆。会长，去这儿做什么？见一个重要的人。阿杰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说了，要陪你们一起一顿。哼，这小子平时闷声葫芦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讲义气的。阿杰，这次要面对的是博彩管理局的理事长，他背后是赵家，很危险的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我刚刚给袁飞打过电话了，晚上6点之前，他一定会过来帮忙解决这件事。你联系到了袁飞？阿杰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还能有袁飞的电话？马上你们就知道了。走。阿杰，你还真认识袁飞啊？袁飞，哼，你们还真是会做梦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杨龙，你又想怎么样了？哟，现在连大爷都不叫了，一句话，把你们傅家的老宅地契拿出来，赵公子就放过你们，否则你这家棋牌馆就别想再干下去啊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博彩管理局的田鹏理事。这张就是田理事长刚刚下发的封禁令，看清楚了啊！再过10分钟，马上6点，如果你们再交不出傅家的老宅房契，你们这棋牌馆呢，哼，就别想再干下去，从此封禁，永不解封。杨龙，之前我们好心放过你们父子，你们竟然还假仇报！放虎归山，那是你们自己蠢。你以为这样威胁我们，我们就会妥协吗？我就算撕了，也不会给你们。还嘴硬，等收了你这家棋牌馆，没了营生，看你总裁会不会这么硬。没事，等袁飞过来，傅家棋牌馆一定保住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是袁会长，他的确有能力解除禁，但你算个什么啊？袁会长也是你能叫来的？田律师，就是这个小子坏了赵公子的好事。原来就是你啊！就你这种社会底层，也想叫袁会长过来帮忙？说不定就可以。据我所知，袁家和赵家不对付，你在袁飞手底下做事，去帮着赵家为虎作伥，就怕袁飞知道。混账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教育老子？田律师，这小子不知好歹，我来帮您教训教训他。哼，好，那让他知道，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，不是什么人都得罪得起的。给我打断他的2条腿！小子，昨天没让你断手断脚，那是你运气好，今天老子都给你补上！你敢？去你！少梅！
臭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再敢多嘴，老子还打你！裴雄，还没到，快6点了。快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这路刚才不都走过一次吗？你在这绕什么呢？那个会长，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，我好像迷路了。你们除了会吃还会干啥？我说真的啊，我要不是忙着见情，我真得收拾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再敢多嘴，我连你一起打！哎，你要是再敢动手，我保证你今天走不出这家屋子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！好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对他动手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你很了不起。嘿，我不是很了不起，但是像你这种社会的底层垃圾，老子只要动动手指或者一句话，就能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别乱来，大不了我们棋牌馆不开了。这件事儿你说了可不算，棋牌室我要封禁去，这小子我也一定要教训。放心吧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看样子，这就是你的倚仗了。哎，杰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迷路了，你再等我2分钟，我马上到。行了，2分钟之后，你们就来给你们的杰哥收尸吧。你谁啊？博彩管理局理事长田鹏。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叫声爷爷。田鹏是吧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黑熊，3分钟之内赶到富家棋牌馆。是。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呢？这小子不会有什么背景？哎，这小子是有什么背景吗？他就是一个流浪街头的臭乞丐，要不是富家阶级，他早就冻死街头了。他搞什么背景？小子，戏倒是演得挺足的，连电话都准备好。哼，不过呀，老子不吃这一套。是吗？希望等会儿袁飞来了之后，你还能如此的桀骜不驯。你妈的！你死到临头还敢装腔作势！田理事长，我看不给他动手真格的，他是不会认错的。啊，那就在封禁棋牌馆之前，给大家来点娱乐节目，把这小子的手脚一节一节的全都给我剁下来，我要把他装到罐子里边做人质，送到缅北去做展览。你们敢？你们还有王法吗？你们？哼，王法？在这滨城1亩3分地，管理局就是王法。小子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和有钱有权的人斗，你呀玩不起。他玩不起，我陪你玩玩。袁会长，他竟然真的来了！杰哥，我没迟到吧？还好，你要是再晚来几分钟，我这手脚可就被人打断了。快我，没把握好时间。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一根毫。阿杰居然真的认识袁飞，难道他一直说的都是真的？看样子，应该是真的。先处理正事。好。刚刚接我电话的人是谁？严会长，你就是田鹏啊！刚刚就是你在电话里让我过来收尸是吧？
袁会长，这误会啊！我刚才真不知道这电话里边是您呢。仗着自己博彩管理局理事的身份，就敢胡乱关停棋牌馆，还学人断人手脚，做成人质，谁跟你的堂哥战啊？袁会长，袁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口眼瞎，没有认出来你的朋友。哦，不是我的朋友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？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田鹏被除名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在整个滨城封杀你，让你永无立足之地。袁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帮我一把吧！啊，滚！还有你们两个勾结田鹏胡作非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断了你们父子两个人的生路，在滨城一辈子祈祷。袁飞，你好大的口气，连我的狗都敢动！赵琴，赵少傻，你们两个废物！今天我要是不来，你们还能活着离开这儿吗？袁飞，我说这两个废物，这么多次都没搞定傅家，原来傅家背后的人是你，是又如何？这样吧，咱们两个赌一场，你赢我就放过傅家，你输，傅家老宅的地契必须交给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说赌我就赌。哼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他们一世。今天你要是不答应，说不定傅家的人明天就会喝水中出门被车撞，或者莫名其妙的被人连捅几刀，你保得住吗？好，你说赌什么？不愧是袁家新一代的冷军人，爽快。这样，咱们玩的简单点，比麻将，3局定胜负，我们轮流起来，对方抓牌，凑出听牌牌型，谁能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说出对方听几张，就算赢。如果自己抓不出听牌，就算输，怎么样？好，谁先洗牌？别着急，还有一个规则，限时5秒，5秒以内，谁能更快的说出对方的牌型应许张就算，超过5秒也算数。另外，还要加注。什么赌注？压注赵元家所持有的赌场份额。哎，这咱们两家早就想看见了，今天这个机会也不错。谁要是输，小五家族所有的赌场。怎么？饿了？这样，我让你是想，你但凡能赢下1局，就算你不会连这都不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阿杰，您说袁会长会赢吗？你问阿杰干嘛？他从来都不打麻将，问了也白问。这场比试比的是手速、观察，还有心态。不仅要保证自己在抓牌的时候让对方难以看清牌型，还要在对方抓牌的时候快速计算出听牌数，有难度，输赢不好说。照我看，肯定是袁会长赢，他毕竟是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赌术肯定非凡。你先洗牌喽，让我看看赌王世家传人的手法到底行不行。赢几张？5张。这才1秒，阿姐，你就算瞎蒙也不要乱说。5张。答对，的确挺。阿姐猜对了，已经在我们家打扫了3年，蒙对1次也不起。少钱，你输了。
高兴的太早，你是不过超时了啊！好，要少赢了。前辈，第一局我故意放水，抓了一副这么简单的牌型给你猜，这你都能超时，你还真是废物！别废话，现在该我洗。记住，你只剩2局，再输，不单傅家管不着，袁家一样得完蛋。拍拍抓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9连宝，听牌13张。哎，冰城老牌赌场家族当代家主，博彩管理局的主席，就这水平，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傅家一起滚到大要饭吃。傅梅，元妃赵你又如何？你还是逃不出赵少的手掌心儿。等赵少再赢一局，我就替赵氏好好收拾。袁会长也不怎么样，怎么说也是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怎么连一把都赢不了？再输一局，我们傅家老家的房气不保，就连袁家的赌场也没了，到时候只能任他们宰割了。还有最后一局，元妃，你是想起来还是抓牌？我怕了，怕了就认输啊！乖乖的交出袁家的赌场，向我俯首称臣。我会给你留条生路，否则必砍下杀绝。要不我来试试。小子，连元妃都赢不了赵少，你凭什么？我看啊，你就是想逞英雄。哎呀，阿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要添乱了。袁会长都赢不了，你上来有什么用啊？魏爷，阿姐连续猜对2次，她上场，或许真的能赢。我看你也是疯了，相信他，还不如相信袁会长会赢最后一把。红梅，让袁会长上，后着还有一线生机。杰哥，麻烦你了。元妃呀，元妃，哎，说你是白痴，还真是高看。即便你赢不了我，也没必要随便找一只阿猫阿狗过来陪我。你以为他是赌神啊？你就是傅家那个伙计？是我，可以开始了。赵少，上次就是这个小子捣乱，才让我们空手而归。你想要跟我赌？可以，不过得再多加一个条件。如果你赢，条件照旧，我会额外再多拿出5000万。但如果你输了，袁家不但要把所有的赌场给我，也要多拿出5000万。敢不敢呀？好，5000万就5000万，一言为定，你可别后悔。这袁会长也是拎不清，再让阿杰上，还要再拿出5000万，我看他也是疯了。那你想洗牌还是抓牌？洗牌来了。拿牌吧。阿姐玩麻将也这么厉害吗？以前怎么没有发现？她这么会洗牌。少你妈钱，真能赢！不就是洗个牌而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赢了呢。
拿牌吧，慢着。我这个人不喜欢麻烦，先把协议签了。怎么？你觉得我袁飞会赖账吗？白纸黑字，公公正正。赵少，签好了。这下输了，看你们怎么赖账！你们就等着去大街上要饭。小子，虽然你的技术厉害，但也逃不过我的法眼。你洗的每一张牌都被我看穿，要不要多给你增加点时间猜题牌？不用了，你的牌听懂者。不，你的牌不对。小子，你脑子出问题了！赵少还没有开牌，你就说他的牌听灵长。赵少，我觉得这小子就已经紧张的胡言乱语了。袁飞 ，I love you！ 你是不是故意让这个傻子来给我送钱的？阿杰，人家还没开牌，你就说对面听灵长，这不是胡来吗？阿姐，人家赵强可是营前会长的赌术高手，随便抓几张也不可能抓出炸胡的牌型啊！你随便说个数，你比说林正强啊！老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但是你看我飞哥说赌场，我一定不。哎，我相信杰哥。杰哥说听灵章，但就是灵章。我也相信阿杰。你们，哎呀，袁飞，说他是白痴，我看你也没管。以我的赌术，怎么可能抓一次炸胡牌型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袁家的赌场跟傅家的老宅赢得这么。说到这种情况，我何必大费周章啊？赵钱，你还没有开牌，怎么知道你一定赢？还嘴硬，那就让你们死个明明白白。赵少，你的牌。这什么情况？真的是炸胡！炸胡，真的是炸胡！赵钱，这就是你输了。按照约定，你不仅要放过傅家，还要交出你的赵家赌场5000万。这不是你搞的鬼！别废话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怎么，签了协议还想不认账？好，愿赌服输。钱和赌场的股份一定要交出来。谁把石头进不成18米了？闭嘴，小子！这次算你厉害，不过你记住，没有人能赢一辈子。咱们走着瞧。哼哼。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。阿杰，怎么了？他们在嘀咕什么呢？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算了，别管他们了，我们休息吧。这一天提心吊胆的，昨天晚上都没睡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在赌术上，杰哥称第2，还没人敢称第1。杰哥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的死不是意外？苏浅死之前，只跟我说了一句话：
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。和今天赵简说的同样的话，我怀疑素锦的死跟他有关系。岳飞，帮我调查一下当年那一场车祸。放心，杰哥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尽快派人查清楚。杰哥，你还不打算向傅家坦白你的身份？我的身份公布出来，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，他们甚至还会因此遭受到伤害。在这里，我就是那个打杂的阿杰，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平淡，开心。行，杰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嫂子的事情，只要有情况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阿杰，能让袁飞称你为杰哥的人，还拥有不俗的赌术，你就是赌神方杰。我要是赌神的话，还能在大街上游吗？被你捡回来。你真的不是赌神？那为何你的赌术如此高超？那不是赌术，是魔术，障眼法。是吗？好吧，阿杰，你说你不是，我就相信你。那我去休息了。小梅，对不起，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身份，等到了合适的时机，会坦白一切。杰哥，啊！杰哥，果然如你所说，嫂子的死确实有蹊跷。撞死嫂子的凶手，本来判10年，结果去年就被假释出狱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不过还好，他的住址被我打听到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一定要亲自调查这件事。走，我车就在楼下。红梅，我出去一趟。哦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杨顺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表姐，咱们好歹亲戚一场，我带些兄弟来给你们捧捧场啊！我看我这几十个兄弟在这儿，谁还敢来你们这玩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！你下午6点之前，再不交出你们老柴的地契，我这帮兄弟就不是在这玩这么简单。到时候，有一个算都别想活着走出这扇门！赵钱这个王八蛋，真是恶心，居然玩阴的，太卑鄙了！处理不掉。杰哥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那姓赵，靠黑起家。这5年前，不晓得得到谁的帮助，开始胜利，再加上这赵，确实是天赋异禀，崛起的太快了。这赵家的黑龙会是滨城最大的黑帮，他要是来硬的，在这方面啊，一架也拼不过。没有一点办法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但是希望很渺茫。有一个人，要他能出手，绝对能摆平黑龙会。谁？东域的地下皇帝荣坤将军。荣坤。阿杰啊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在拉斯维加斯至少得多输2个亿。以后来东域做客，有什么问题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你呀，一把年纪了，就在家里享清福，不会赌，还赌那么大，太贪玩了。你这教训我的口气，跟季文一模一样。他可是很想你啊。要不你做我女婿啊？有我罩着你，别的地方不说，在东域没人敢动你一分毫毛。我结婚了。哎，好吧，
季文跟你也是有缘无分呐。龙坤将军在整个东域都有他自己的军队，就算是总督也不敢跟他正面硬刚。不过，凭我们袁家的实力，要见到龙坤将军有一点困难，所以我才说希望渺茫。你们就当我没说过。完了，难道这个家真的保不住了吗？你说的要是我认识的那个龙坤将军，那我还真有办法。阿杰，你真的有办法？阿杰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你真能认识龙坤将军，那可是独霸一方的军阀。对啊，杰哥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但认识我不相信。怎么了？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能证明阿杰的能力吗？红梅，你拿着这枚筹码去找龙坤将军，就说2个亿的债该还，这件事他会帮你。10元的筹码能请得动大名鼎鼎的东域地下皇帝来帮忙？阿杰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放心吧，慧姐，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帮我。我还有别的事儿，先出去了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哎，你们去啊！怎么办呀，红梅？事已至此，总要试一试。红梅，我们还真是疯了，真找过来了。那可是军阀，稍有不慎，我们3个都会死在这儿。相信阿杰，不会骗我的。你相信，你相信，你相信有屁用？你还相信这世上全是好人的？来都来了，总要试一试。不试肯定没有结果，试一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站住！这里是将军别墅，乱闯者死！我是傅红梅，我们来找龙坤将军。见将军，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预约还敢来？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。赶紧滚，不然居然闯入者处置，杀无赦！大兄弟，不急，是阿杰让我们过来的，他认识龙坤将军。阿杰？哪个阿杰？阿杰就是我们家伙计，他说只要我们过来，就一定能见到龙坤将军的。杰，你他妈是活腻了吧？一个伙计还敢来招摇撞骗？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？跑什么跑？蔡华中将，你们刚才在吵什么呢？蔡华中将，这几个人擅闯将军府，要见将军，我们要处置他。不是的，蔡华中将，是阿杰让我们来找龙坤将军。我这里有阿杰给的信物。信物？什么信物？这个筹码。他说把这个筹码交给龙坤将军，并且告诉他，当年欠的2个亿的债该还了。说什么？没想到阿杰真的没有骗我们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要相信阿杰，说不定阿杰真认识龙坤将军。对，筹码是阿杰给我的，他说把它交给龙坤将军，他一定会见我们的。见你啊！见你妈个头！敢在这儿欺骗，你们他妈的是不想活了？不是的，这个筹码就是阿杰给我的，他不会骗我们的。只要给龙坤将军，他一定会见我们的。还敢在这儿胡说！你们给我抓起来，按照间谍罪处置，先打断双腿。快，这！我就说吧，应该下去。
现在好了，还不到赵家出手，我们三个就活不长了。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回副官，这三个人拿了一个什么信物，说要见将军，被我识破了，一看就是招摇撞骗，我正准备拿去审问呢。你们三个人下辈子好好做人，拿10块钱的筹码找将军要2亿的债，你们这不是要债，这是找死！对那个阿杰，晚点抓到，他和你们一样下场。筹码，给我上！阿杰，都给我住手！彩华，你刚才说筹码是怎么回事？阿杰又是怎么回事？王山副官，这女的拿了一个筹码过来，说是什么阿杰的信物，这种话我当然不能信了。筹码呢？我问你，筹码呢？我丢了，在这儿。你个蠢货！把枪给我放下！把枪给我放下！这位小姐，你说这个筹码是谁给你的？阿杰给我的。他说只要把筹码给龙坤将军，并且告诉他当年欠的2个亿的债该还了，他就一定会帮助我们。2亿，阿杰是赌神方杰。那你们来找将军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赵家的黑龙会把我们家围了，说明天中午12点前，如果我们不答应赵家的要求，就会对我们赶尽杀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请回吧。将军大人外出巡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会第一时间汇报给他的。真的啊？这枚筹码真的这么有用吗？这枚筹码倒没什么，但给这个筹码的人不可估量。你们放心，先回吧，麻烦你了。蒙山，大小姐，刚才外面在吵什么呢？回大小姐，刚才有人拿着将军的信誉筹码前来求助，应该是赌神方杰派来的。什么？方杰出现了？哎，方杰人呢？他在哪？回大小姐，方杰没来，但他应该在滨城傅家。滨城傅家。大小姐，我现在就汇报给将军。哎，不用，这件事我要亲自处理。方杰，哼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。会长，人呢？已经查过了，这个人半年前就已经搬走了。妈的！校长，是，跟我走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见到龙坤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龙坤将军不在，不过我们见到了他的副官蒙山。他啊，也可以。那这件事情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阿杰，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是啊，阿杰，没见着人，始终有点不太放心。傅叔、魏爷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哎，这么快就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阿杰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季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知道你在这儿我就来了嘛。你都不知道这3年我多想你。阿杰，他是？哦，我当然是阿杰的女朋友啊。不是的，小妹，你别误会啊，他是我朋友，龙继文。哟，阿杰，你没跟我们一起去找将军，不会是去找这个女人了吧？玩归玩，
怎么还往家里带？慧爷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去忙别的事情。好了，你也见到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我还有别的事，没时间陪你闹。我不走，除非你跟我一块儿走，要不然啊，我今晚就住这儿了。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。出去！你确定要赶我走？啊，那个，小梅，要不今晚就留他住一晚吧？爸，慧爷，好歹他是阿杰的朋友，赶走他也不太好。反正家里还有房间，就让他住一晚吧。臭丫头，你这是引狼入室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龙小姐，我带你去房间。我不走，我要和阿杰住一个房间。金凡，别胡闹！龙金凡，别胡闹！龙小姐，今晚你就住这里。跟我抢阿杰，门儿都没了。哼，今晚我就要生米煮成熟饭。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道歉了，刚才是我太任性了。这里不是我家，只能倒杯水给你赔罪了。你爸呢？他怎么样？我爸身体好着呢。倒是你这3年就住这里啊？堂堂世界第一的赌神，你想住皇宫都可以。哦，你留在这里是因为那个女人？别胡说！糟了，是我爸！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偷偷过来找你，肯定会骂我的。我先出去应付他一下啊。那个，他进来找我聊几句。我是来跟你说，如果明天龙坤将军没来的话，你就赶紧离开。小梅，放心吧，明天肯定会没事儿。你脸色看着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这水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怪怪的？不能吧？可能是你太累了。小梅，你没事吧？小梅，你头怎么这么烫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药。阿杰，要我，阿杰，吻我。小梅，昨天晚上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还说，都是你昨天在水里下药。老婆，这什么情况？争风吃醋呗，还能有什么情况？来了。来的正好，老娘我正愁一肚子火没处撒呢。
考虑清楚，傅家老宅交还是不交？叫你妈个头啊叫！你这群混蛋，等老娘的人来了，我就让人毙了你们！你在跟我说话？你是聋了还是瞎了啊？姑奶奶，我不是在跟你说话，在跟谁说话呀？啊！都闭嘴！臭婊子，敢这样跟赵少说话，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敢骂我臭婊子？我看你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！阿姐，你快跟你朋友说说，让他们住嘴啊！要是惹怒了他们，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没事，辉爷，他憋了一肚子的火，让他发泄发泄也好。我对你们的耐心不多，再不交出房契，今天谁都别想走出这间屋子。我可以死，但他们怎么办？我不能弄死。赵钱，房契可以给你，但前提是你得保证我们所有人的安全。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，今天谁都保不住你，交出来，你们才能活。不许交！你说不交就不交？真当老子不敢弄死你？弄死我！先问问我爸答不答应？我看呀，先死的是你。姑奶奶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哼，你放眼整个冰城，还没有我赵钱不敢动的人。你怕谁呀？多大的面子？我姓龙，叫龙继文，我爸叫龙坤。你动我一下试试。我姓龙，叫龙继文，我爸叫龙坤。龙坤，不错。傅红梅，你以为找人演出戏我就怕了？她要是龙坤的闺女，我就是龙坤他爹。想当我爷爷？好啊，待会我爸来了，你亲自跟他说。阿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？你快管管你朋友吧，别再让他说话了。慧爷，我可管不了他，恐怕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管得了他。哎呀，你要是想管，我就听你。他们够了！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。来人，臭娘们拖出去，扒光了衣服扔街上！你敢！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动，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在威胁，忠告而已。那老子就偏要做给你看！别乱来，房契可以给你，你不许动他。晚了，这臭娘们屡次三番的捣乱，今天谁都救不了她。来呀，衣服给我扒了，我看谁敢！哎呦，爸，终于来了！你都不知道，我都快被他们欺负死了。你呀，不欺负别人就算好了。小子，3年多没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别来无恙。龙坤将军，阿钱，你没骗我，你真认识龙坤将军啊？那他真是龙将军的女儿？如假包换！哼，你刚才不是还不让我说，怕连累你家吗？我那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你真的是龙坤将军的女儿。刚才是你说要把我女儿扒光衣服送到大街上。对不起，龙坤将军，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千金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知者不罪。蒙山，拖下去，打断他2条腿，并且把他扔到大街上。是。
别！陆坤将军，我叫赵乾，家父生前是黑龙会的会长，多次拜访过您的。有交情。对，那就好办了。龙山，打断他的腿，送到黑龙会，并且把黑龙会连根拔起。人，把他们压下去。陆将军，这是误会，误会呀！走，俩。龙山，在外面等我，我有2句话跟他想说。是。爸，我能听听吗？你说呢？聊2句。小子，你老婆已经去世3年了，你就这么一直单着，不打算再找一个吧？你也知道，季文她一直喜欢你，我呀也希望你当我女婿。不了，难道你忘不了你老婆？打算一辈子不再找了？我的确忘不了苏浅，不过3年多过去了，我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原来你留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，可惜了，季文真的跟你是有缘无分。既然你已经打开了心结，你还打算瞒着他你的身份？赌神这2个字，难道真的就这么难以开口吗？哼，行，我就啰嗦2句，你别当真。走了，有空来看看我，我请你喝茶。好。季文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和阿杰在一起。哎，你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当电灯泡吗？走了。哎呀，爸，你别拉我呀！阿杰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走。哎，这下总算云开雾散了，赵家和黑龙会都被龙将军给打掉了，以后天下太平了。小梅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阿杰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怕我的身份告诉你之后，会给你带来伤害。但昨天之后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对你隐瞒的理由了。小梅，其实我就是……小梅，你们是谁？让开！喂，小梅！阿杰，小梅呢？她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，怎么没回来？小梅，她被人抓走了。什么？被抓走了？被谁抓走的？我知道是谁。杰哥，我调查出来，赵家幕后有股神秘势力，可是你老熟人呢？陈金城。陈金城，自打说给你，这些年陈金城一直在东南亚活动，他企图收购、垄断所有的大的赌场，想建立自己的博彩帝国。之前赵家一直针对袁家，还有赵钱想收购傅家的老宅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另外，我还查到一件事情，是3年前嫂子那场车祸，也是陈金城指使赵家人干的，所以这次傅小姐很有可能也是被他抓走的。陈金城，好像……傅小姐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金城。赌王陈金城，你抓我干什么？我抓你的目的很简单，你们傅家老宅的那块地。之前
赵钱也是你派来的？不错，只不过你们傅家有一位高手，多次破坏了我的计划。只可惜，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精力跟你们耗下去，你们傅家老宅的房契和你的命，他们只能2选1。卑鄙！喂，不想傅红梅死，就拿着傅家老宅的房契来见我。你不说，我就会去查。陈金城，是毒神方杰？不可能啊！他已经消失了3年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你看看，我没说，哎，是啊，这个，你再给我来点筹码，肯定是大呀。杰哥，我去找陈金城。不用啊，我会让他自己出来找。你身上有现金吗？我这出门没有带现金的习惯，就10块钱。10块钱够？10块钱够干什么呢？咱们不是来救傅小姐的吗？傅家老宅的房契不能被人，我得用其他筹码跟他们换。我要用这10块钱赢光这件赌场。你小子吹什么牛逼？你知道这间赌场现金有多少吗？起码几千万，就用这10块钱，小子，赢彩票的几率都比这大。这小子疯了吧？想看吗？我用这10块钱跟你换一个筹码。呀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我觉得肯定是大人。买3个6 ，boss。豹子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赌大小要多少把才能出一把豹子？每43把出一把豹子，每258把会出一把3个6。知道你还压3个6？他呀，就是来闹着玩的，凭10块钱想赢下这间赌场，第一把就压3个6，疯了吗？这豹子的赔率是多少？压大小的赔率是1比1，其他豹子1赔100，3个6，1赔200。就压3个6。见过小赢钱的，没见过想赢钱想疯了。小子，我来这么久赌场，还没见过谁能压中3个6的。哎，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新手，咱不管了，咱玩咱的。这把压500的大，那我来1000的大。买定离手。小子，看见没？手里还有1000的筹码，你要是赢了，全给你。好啊。开3个6。这3个6，这3个6，真的3个6，这太小了吧？小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拿来吧你！杰哥，这是他说咱的筹码。看什么呀？赔钱呢！豹子赔率1赔200，这是2000。杰哥，继续。玩骰子太慢了，不是把把都是豹子，玩点别的。走，开始去看还有谁？杰哥，玩轮盘啊？对，只有玩轮盘才能最快的时间赢下这间赌场。单压一个数，赔率是多少？17倍。赔率是17倍。我就算这间赌场有2000万，那我只需要连中4个就能赢下这间赌场。不是兄弟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轮盘单压连中4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啊。
3000成取下。小姑娘，等你的家人把房契送来，我就可以放你走。你真卑鄙！杨龙父子和赵钱前后输给了阿杰，你们光明正大的赢不了他，就搞这种卑鄙的手段。阿杰？哼哼，不可能的！如果不是忙着建设全亚洲最大的赌场，我是真想和你口中的阿杰好好的比一场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反正比你厉害。哼，在这个世界，能赢我的人不多，你口中的阿杰一定不是。老板，不好，赌场的资金被一个小子半个小时不到赢光了。什么？那人还说他来找你了。嗯，走。阿杰，真的是你，赌神方杰？赌神方杰？怪不得赵钱几次三番都拿不下傅家，原来你就是傅家背后的人。陈金城，把小梅放了，主动权在我手上。是吗？但是你这家赌场的钱全部都在这儿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我把傅家的房契给你，你放了小梅，但是这2000万我就带走了；二，我把钱留下，你把小梅放了。方杰，你也太小看我陈金城了，区区2000万而已，我只要建好新赌城，每年不说是20亿，就是200亿，我也能赚得到。那你甘心吗？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你的确是赢下了拉斯维加斯的赌王宝座，可是人人都在说，是因为我方杰没去，你陈金城才赢。陈金城，你的赌王宝座，名不顺，言不正。我说，那你就跟我再赌一次，堂堂正正的赢我。陈金城，你的赌术不如我，你只会有下三滥的手段。好，我跟你赌。王杰，这2000万我收下。3天以后，我准备一场赌局，你带着傅家的房契和2亿赌本，我比一场，我就要向世人证明，方杰也只是昙花一现，而我才是真正的王。好，方杰，你可不要想着逃跑或者躲起来，否则下次傅家人再落在我手上，哎，也只能看到的是尸体。放了他。阿杰，我们先出去。阿杰，你没有必要跟他赌。小梅，这一次我跟他赌，除了为了你，为我死去的妻子报仇。3年前的那场赌王大赛上，我赢了陈金城，但是他安排赵家人制造车祸，撞死了我的妻子。从那以后，我整日酗酒，浑浑噩噩，直到我遇见了你。这一次，既是为了苏琪，也是为了你，一定要和他再赌一场。我要破坏他开赌场的计划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阿杰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岳飞，我需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情。这一次，不仅赢了他，我还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我要我家小白没事。郑海。
红梅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慧姨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老宅的房契没了就没了吧，只要你人平安就好。爸，房契还在。这，你没给陈金城房契，他就让你走了？因为阿杰答应3天后跟他赌一场。赌一场？嗯。阿杰面子这么大吗？答应跟他赌一场，连老宅的地契都不要了。因为阿杰叫芳姐。叫芳姐怎么了？叫芳姐的多了。芳姐，老夫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芳姐，阿杰就是赌神，芳姐，赌神。赌神真来我们家了！慧姨，杰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小梅，等这次事情结束以后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走。女婿，加油！加油！等等我。这是赌神，赌神来了！暌违3年，凤姐终于再次现身了。消失3年，赌神重出江湖，大战陈京城，肯定能在世界赌坛掀起轰动。芳姐，3年前你赢了我，这一次一定会不悔。陈金城，3年前你输给我，3年后的今天也一样。赌局还没有开始，就如此剑拔弩张。今天这场世纪大战真是令人期待啊！这3年赌神不在，陈金城横扫世界赌坛，究竟赌神还能战胜他吗？这3位是世界赌术协会的元老，今晚由他们来做主裁判。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赢你，成为世界赌坛唯一真正的赌神。废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开始。我还要跟小梅回家吃饭。本场赌局规则：为期1小时，每人2亿赌本。时间截止后，谁筹码多，谁就是今晚的胜者。输家将会输光全部筹码。哼，这是2个亿的支票。这是2亿银行本票。这是我夫家老宅的房契。双方赌本有效，赌局正式开始。老婆，你说今天晚上阿杰能赢吗？这还用说？我们阿姐有一手偷天换日的好本领，陈金城以前就输给过他，这次照样赢。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上一届的赌王大赛出千换牌有，今天我准备了6台高清摄像机在你的身后，他们可以精准捕捉你的每一个动作。敢出千换牌，我回放揭穿你！什么？6台高清摄像机无死角对着阿杰，那他的换牌绝技比不上吗？老狐狸，自作聪明，以为靠着这6台摄像机就能赢。3年前你害死我老婆，今天就让你亲家复制。
牌，用摄像机一直盯着的，你这是赤裸裸的作弊！裁判，你们都不管管吗？摄像机只能捕捉方杰的动作，监控他是否偷换牌，并不会把他的牌报给陈金城。严格来说，这并不算影响对局。没错，这不算作弊。会议，不管今天陈金城用什么手段，我都相信阿杰一定会赢。牌局开始，提出5万，最低加注也是5万。弃牌。弃牌。弃牌。怎么回事？阿杰连续20把都弃牌了。是啊，连底牌都不看，直接弃牌。阿杰是不是知道自己换不了牌，然后就自暴自弃了？方杰，是不是忘了这场赌局的规则？你每局都在输底注，时间一到，哪怕你只输1块钱，你都会输光你的赌本和富家老宅的房契。别急啊，看你年纪大，让你急什么？3年不见，你的赌术强不强我不知道，你的嘴倒是比以前硬了。好牌。50万，这一次你不会又是不看底牌弃牌吧？50万，你就想看下一张吗？未免也太便宜了。50万，我跟你，我再加注，到500万。什么？方杰一出手就加注500万？难道他之前都是在示弱？我还以为阿杰怕了陈金城，不敢动他，没想到他有这一手。我跟。方先生是顺子，方先生说话。桌面大概，那就加注2000万。我知道了，阿杰这么有底气，阿杰一定是柿子牌，陈金城最多是一对 ace， 这一局咱家阿杰赢了。赌局还有15分钟，阿杰赢下这局，今天晚上基本稳赢了。不愧是我杨慧的好女婿。 2000万，我跟你，我不相信你是顺子，我这儿只有 K 一堆，你要是顺子，赢。啊，你还想当着6台高清摄像机换底牌吗？ 错了，阿杰不是顺子，难道阿杰是故意在出气？王杰，你现在已经换不了牌了，你拿什么来赢我？拿你那点赌术吗？老，不让你成你配的东西，你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推向我给你布置的深渊？ 这个阿杰本来只是输掉点赌注，还有机会翻本呢。这次一下攻击，
输掉了4000户，事情也所剩无几了。恐怕连我们傅家老宅都要一并输掉了。赌局还没有结束，阿杰还是有翻盘的可能。方杰，现在还剩下5分钟，也就是4把牌的时间。我现在比你多4000万的筹码，哪怕我8把弃牌，你也会都输光的。你不会，你是想证明你是比我这个赌神赌术更厉害的老牌赌王？这么多双眼睛看你，8把弃牌，别人会说你是靠弃牌赢的。发牌。梅花 A 说话50万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要向世人证明，论赌术，陈金城才是真正的赌王。跟你50万，再大的100万，我跟一对 A 说话1000万。1000万，真格！什么？最后5分钟，双方难道要动真格的了吗？是，桌上已经下了超过2000万的筹码了。难不成阿家还有机会？3条 S 说话3张 S， 那就3000。跟你3000万，终于入局了。红花顺面说话。今天的这副牌跟3年前很相似，5000万。我就用这副牌来把你送去地狱。梭哈！怎么发疯？我一把。这副牌跟3年前你输给我的那副牌一模一样，我没有理由退缩。你以为你今天还能像3年前那样偷牌赢我吗？我忍你，我要让你心服口服。方先生，陈先生的筹码比你多4000万，你是否有后续的资金补码？杰哥，我已经把袁家所有钱都拿出来了，这4000万实在是没办法。方杰，之前你赢了钱就会捐出去做慈善，现在不会连这副牌都跟不起吧？要是那样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看我的底牌。没事，剩下的钱我想办法。这是瑞士银行1亿美金的本票，是3年前那场赌王大赛你输给我的，还没来得及捐出去，今天就用来跟你。陈先生，现在方先生又拿出1亿，请问您的后续资金呢？我的钱都用于投资新的赌城了，今晚肯定凑不了那么多呀。那按照规则，您拿不出对等的资金，这把牌只能判方先生赢。难道这场世纪大战要以陈金城不够本金而落败吗？赢了，他真要赢了！陈金城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可以不用钱去补齐剩下的筹码，但你输了要把你名下的赌场全部都拿出。你怎么不敢啊？那今晚这局可就是我赢了。从今晚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你陈金城一辈子都赢不了方杰。我是皇家同花顺，
天底下就没有任何一副牌能比我大。有摄像机，他也换不了牌，我没有理不跟。我跟你，我就不相信你的牌能赢我。签了他，输了就把赌场拿出来。哼，方杰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居然给我机会。老狐狸，终于上当！阿金到底是什么牌路啊？这么有信心赢陈京城？方杰，我实话和你说了吧，赢不了我。我的底牌是黑桃 ace。什么？陈京城居然是皇家同花顺？这可是梭哈里面最大的底牌啊！皇家同花顺，这就是再换牌，他也赢不了了。该死的阿金，怎么非要给陈京城机会啊？真想不起自己要输的倾家荡产，连傅家的老宅都要一起输光了。难道这次真的要输了吗？方杰，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行，还有1分钟，局就结束。到时候不开牌也会输，而且就算你开牌，换牌你能换什么？今天会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翻身的，是吗？再虚张声势，就算变出花来，也不可能赢我的。陈京城，那你就看仔细，我怎么赢你。那你就看怎么赢。不是吧？方片3，赌神方杰的底牌居然只是一张3，拿这张牌他岂不是输定了？简直是一张小3呐！他就是回天之力，这牌也赢不了啊！方杰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。你的底牌是一张方片3，最大也只是3条 ace， 怎么赢得过我皇家同花顺？阿杰呀，阿杰，你非要给机会给陈京城，真想好了，人家都要沦为穷光蛋了。还以为方杰有多厉害，不过是浪得虚名。不能换牌之后，根本赢不了陈京城。是啊，看来赌神的头衔要易主了。方杰，你的赌本和你傅家的老宅房契，我就笑纳了。等等，你还没赢。小子，年纪轻轻就得了妄想症。我的牌可是黑桃皇家无花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牌型，都不可能大过我。谁告诉你，我的牌比你小就赢不了？方杰，说疯了吗？赌牌不就是比谁的牌大才赢？难不成还要比谁的牌小吗？赌神方杰这么玩不起的，输了竟然想耍赖。别叫他赌神，他根本玩不起，输了不认账。我一定会如实报道出去，让全世界都唾弃。谁想丢人丢到全世界？我可没说过我的牌小就能赢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赢不了我3张 ace。疯！我可是皇家同花顺，要不然你再仔细看清楚你的牌。我的牌我看了1万遍，它也是皇家同花顺，是吗？3位主裁，我要求验牌，我怀疑有人出钱。好，同意验牌。方田，到底想说什么花样？我的牌可不是换牌来，你觉得验出什么吗？验过就知道。
三位主裁，陈先生这副牌有6张牌，6张牌。什么？陈金城，是谁告诉你我方杰只能变自己的牌？6台摄像机又如何？赢你！我不需要变自己的牌。由于陈金城先生的手牌有6张，本席判定陈金城作弊。本局的获胜者为方杰方先生。他赢了！陈金城，涉嫌跟一起3年前绑架杀人案有关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你带走。陈金城，3年前害死老子，今天我不仅要让你倾家荡产，还要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从今往后，在监狱好好忏悔下马威操。带走！你方杰，你给我等着！赌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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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神！赌神，请问一下，今天你赢了陈金城之后，重回赌界之巅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10赌9输，10赌9仗，有的只是10赌10输，不赌为赢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我爱的会将反赌和慈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。好！各位，再见。